后来才对，这个还有那个里面有国王、女王。我想我们听过亚历山大帝，居鲁士大帝呢？听过吗？这两个同样活跃于古时期的两位帝王，他们的丰功伟业呢？他们分别创下了哪些不一样的功勋？这都引起了很多的历史学家跟学者们的研究跟讨论呢。这两位雄才大略的帝王同时出现在世人的眼前呢。哇！如果时光能够回流，他再次出现在世人的眼前呢，你是怎么样的赞叹？居鲁士大帝跟亚历山大帝同样都是生活在古代，他们并非同一个时期跟同一个国家的人。亚历山大帝是马其顿的国王，生于西元前356年，而居鲁士大帝呢，则是活跃于西元前5世纪的波斯帝国。两个人在位的期间，同样是将自己的帝国版图扩张到了极限。亚历山大帝更是仅用了13年的时间，就创造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辉煌业绩。在位期间，亚历山大帝的帝国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土面积，促进了东西文化的交融，加速了古希腊的繁荣。所以，我们可以说，亚历山大帝他对人类的文明有很重要的影响。但是，那我换一个人叫做居鲁士大帝呢？他用宽容治国的理念，一样写下了历史。在他的治理之下，波斯帝国一片繁荣。所以当时的人们对于居鲁士大帝的生平事迹一样津津乐道。帕沙尔加德，阿契美尼德帝国的第一个首都位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居鲁士大帝当时开始这个城市的建设。不过呢，因为居鲁士大帝呢去世时呢，并没有完成这个城市。后来大流士一世迁都到波利斯，然后呢，帕萨尔加德就成为居鲁士大帝的陵寝所在地了。所以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地方，帕萨尔加德，它可以说是居鲁士大帝的陵寝重点之一啊。当然，当时他在新建这座城市的时候，依然有了这个皇宫以及花园等啊。那可以看得到我们走到了这一个最主要的，也就是看看居鲁士大帝。居鲁士大帝跟亚历山大帝都是一代枭雄，同样问鼎了一个大帝国的最高权位，同样受到了所有人的注目啊。而居鲁士大帝如何领导反而是个重点。历史上有一个最可亲近的一个征服者，为什么说他最可亲近？因为他依靠的是仁慈跟宽容来建立自己的帝国。你说仁慈跟宽容哪有什么了不起？当然了不起，因为连现今的统治者、现今的执政者，他们都不一定是用仁慈跟宽容。在当时居鲁士大帝的统治之下，居鲁士大帝他的领导，包括后来的历史学家给予他非常大的评价。古代的波斯从一个小小被统治者到一个强大的帝国统治者，这要归功于居鲁士大帝。那么居鲁士大帝如何领导的才能使得一个被统治者能够扭转乾坤，变成一个强大的统治者呢？这一结局的形成和居鲁士的军事天赋分不开。作为一个军事家，他很懂得鼓舞士气，他知道该如何调动士兵们的作战的勇气。他将降下的士兵，我告诉你，每一个都是骁勇善战凝实不屈的。波斯帝国强大，有一方面跟居鲁士有很大很大的关系啊。那他的统治的方针呢，也是重点哦。所以居鲁士大帝打败了当时的吕底亚帝国，就把吕底亚的国王变成了一个
阶下乔巴 No， 他打败了别人，他把他当作帝国看待啊，还是把他当王一样的看待，所以他在后世的历史评价非常高。你想想看，成吉思汗是屠城的，对不对啊？完全不一样啊！而且呢，他还会听从前人的劝告，他规定自己的军队永远不能因为你征服了某个国家而去骚扰百姓，你要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并允许人们的自由信奉宗教。所以以色列圣殿得以重建，都是跟居鲁士大帝有很大的关系。在我们现今听起来，觉得这个故事没什么，但是如果你认真的去想想看，在西元前5世纪就有这样子的人次君主，在现今的社会当中，你要遇到这样的执政者还很少，每一个都想尽办法的铲除异己，只要跟自己理念不合就干掉他，对吧？我们现在来到了色拉子，是伊朗著名诗人之乡。在这个城内的几座花园呢，都是4000多年的历史。不小心就把它念成色粒子啊，色粒子像道德很高的人才烧得出来。4000多年历史的文化古城，添上了几分的浪漫气息。色拉子，公元西元7世纪开始，色拉子成为临近地方的首府。这里曾经被蒙古人大肆的破坏，也曾经在17世纪间成为伊朗的首都。今天的色拉子是一个170万人口的大城市，都市的繁嚣。其实你知道吗？我说过了，太多人不懂，因为在台湾，除了在台湾呢，连新闻都要收视率啊，所以这个新闻的报道的东西啊，一定要是冲撞的、冲击的、挑衅的，一定要有爆点的。世界、文化、历史、地理、国际观，在台湾的新闻基本上是 closed 的、休卡的，比较不容易看得到哦。所以你们知道吗？很多人也许对于伊朗看到他的时候是说，哇，这伊朗恐怖分子，对吧？其实呢，换一个立场啊，其实你知道吗？伊朗的人友善和热情。我们现在来到的是萨伊迪墓园，诗人之墓。这个诗人萨迪姆、哈菲兹墓，他们生前所做的诗词，对于波斯文化有很深远的影响。那在这里，我们可以了解到，他们对于这个诗人所公认的波斯文学4大注释条啊撰写的抒情诗，对波斯文化有多深啊？
真的，要对波斯文化有了解没那么简单啊。为什么？因为不太容易接触到嘛，所以对我们来讲能够了解到不容易啊。世界古代史上的6大超级帝国，当今的美国，曾经的苏联。但是你知道世界的古代史近3000年的时间的跨度里面，3000当然你不能以现在看嘛现在看都不准了你知道这3000年的时间，真正能称上超级大国的国家屈指可数。古代的君主帝制用超级帝国来形容它，是根据了军事的实力、统治的疆域、跨区域影响的几大标准。在古代当中到现代当中，潮起潮落，忽然间有又忽然间消失的国家到底有多少个啊？所以呢，人存在的价值有时候要很认真的去显示看看，你存在的价值是什么啊？所以我才说，人跟人彼此之间原本就没有分别，会把人分门别类，分成人种，分成高低贵贱，其实都是人类自己的杰作。你知道波斯帝国大致相当于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是当时兴起的波斯帝国。波斯帝国是史上第一个疆域横跨的欧洲、亚洲、非洲3洲的国家，你了解吗？我相信，在我们台湾的教育当中，对于自己本国的历史教育了很多，尤其是现在对于国际的历史教育可能要来了很多。那波斯帝国在我们更是好像有点遥远啊。波斯帝国兴起于哪边？就在兴起在伊朗，而伊朗我们又把它称为叫做伊朗高原，因为基本上它地形是高原地形。波斯人居鲁士所创，我们刚开始是不是就有讲到居鲁士跟亚历山大这2个人同样的齐名呢？居鲁士统一了波斯当时各个部落，推翻了当时最早在这个地方的叫做米底王国的统治，将波斯人带上历史上的舞台。随后他一直往西边走，征服了巴比伦王国，直到了地中海的沿岸。所以他是第一个在历史上横跨了哪几个3洲啊？欧洲、亚洲、非洲的国家。他向西推展到了中亚一带，与中国的新疆隔着哪一个盆地呢？费尔干纳盆地啊，隔着这个盆地而已。所以你说能够来到伊朗，你的人生还不精彩？精彩不得了啊！所有人在游览世界各国旅游的时候呢，你知道有几个地方可能是你压根你都没有去摸过的，就是中亚细亚。中亚细亚是最多人碰不到的地方，也是最多人不了解的地方，所以他要走到这个区块来的人也不多。还有包含中东地区，都是其实历史非常的深厚啊，但是人们去碰触到它的几率是最低的。而在大流士时代的时候呢，波斯帝国向东远征了印度，夺取了印度河的流域，所以我才会讲嘛，伊朗的包头啊，看起来就像印度红给乌吧，那其实一传过，那他还冲到了巴尔干半岛，迫使当时亚历山大帝的国家马其顿称臣啊，也曾经在希腊地区怎么样遭遇失败。著名的马拉松战役就是波斯帝国所打下来的。马拉松的名词来由啊，让波斯帝国士气大减。所以呢，你知道将波斯帝国这么庞大、横跨3个洲域的帝国送进坟墓的是谁？知道吗？断送波斯帝国的就是亚历山大帝。所以从波斯帝国之后开始，马其顿帝国亚历山大时期就正式成立喽。远古的波斯帝国。Persepolis 是希腊语，对，希腊语是polis 是城市，波斯是 perse 是波斯人，所以这个地方是波斯人的城市。看得到吗？这是在上面看起来这一切，现在没有，现在不会了，这个是现在的。那是被亚历山大烧毁之前，这是现在的，这是以前。对，你看得到，这是五帝是木头，所以很容易
很容易烧掉。烧掉，对，是木头。这个木头从黎巴嫩来的。从哪里来的？木头在黎巴嫩。从黎巴嫩来的。现在我们上这里看到这个那个楼梯比较短，比较短，对，比较矮，因为以前不是波斯风格，还有是波斯风格，为什么很短？因为他们要客人，就是客人，对，因为很多民族他在这里他们见面国王送给国王礼物，进贡品，对。还有他们应该慢慢上去，优雅的慢慢上去。还有他们有动物要送给动物，马、牛，别的动物，所以他们可以上去。还有动物，所以阶梯做的比较矮。就是身体是从亚述帝国来的。亚述帝国来的。对，这是牛。对。牛。但是亚述帝国的牛有5个腿，就是只有4个腿。4个腿。对，不一样，还有不一样。波利斯是波斯人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国都，它是由大流士一世建于西元前500年左右，后来呢也是一样啊，被伟大的亚历山大帝打了下来。这个庞大的建筑群，我们现在来看到的是波利斯这个非常具有历史观光价值意义的地方这里你知道吗？建筑群雄伟华丽，现在虽然是有点像废墟，你看它墙上的雕刻哇，不得了。亚历山大帝曾组织一批1万头驴子、5000只骆驼的商队，将波利斯这个城市，你看起来现在是废墟啊，以前将这里的财物全部都运到哪边？埃克巴坦纳波利斯意思就是都市的意思，波利斯意思就是波斯国的都城。它是一个非常在当时最伟大的城市，宏伟的古迹距离伊朗法尔斯省的色拉子东北地方，这个地方很近的那你看看呢，这里在平台外层呢有一些铁钩固定的，这几瓣有一些刻在那个石板上面这个很多我们称为万国之门在这里石阶的两侧刻有23个民族朝贡队伍的浮雕像，人物的形象生动。那你说23国朝贡队伍的浮雕像，那你就知道了当时的波斯帝国的繁荣景象所以呢，大流士跟后继者在平台上建立了一系列的城门，这些城门，皇家宫苑、厅室、万国之门、大流士宫。很多，这里每一个高达了10几公尺，大平台带大台阶，两侧墙面都有这些浮雕像，这些都是在显现出他当时彰显他的国力有多么的强盛甚至在这里面用很多的石柱来支撑的他的大厅跟门柱那这些柱身、门柱上面呢有很多的凹槽这些凹槽当中呢就有这些公牛的雕饰啦。还有非常高的石柱啦，所以呢，来到这景象非常的壮丽。把这些石雕换掉之后，其实跟埃及的是不是很像不得了所以这里有很多的立柱，讲不完。那每一个宫厅都有它的特色墙都是土坯砌起来的当时其实还有富丽堂皇的壁画在这里面那当然，我刚刚有讲过了这个亚历山大帝攻下这边的时候，把这里洗劫了一空大流士一世统治时期的波斯帝国，当时是处于全盛时期。
当大流士一世决定在法尔斯干旱的平原上面建都的时候，就考虑将这个首都建成了一座帝国非常大而且非常有实力的城市啊。那个时候呢，学者、能工巧匠拢来到这个所在。你甲看一个城市要起干呢啊，当以前的时间、以前的社会要起干无简单啊。你要叫偌济人来讲啊？你讲今现在的社会够可能啊？你可以叫那么多奴隶吗？劳师动众来做吗？都不可能的。所以当时他的义道四通八达，他的文化盛行啊，在春秋战国时期，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就像很多人可能没有听过马超，你知道他的家乡来自于亚美尼亚啊。那当然这一趟我们没去啦。所以你说中亚有多少跟中国的历史人物有关系的？我们前面就看到了拜火教、明教，那你说呢？真的啊，历史看的啊，都有关的都有关系的啊。所以你很难，你历史要磨灭掉很难的，很难的啊。你也许可以创立未来，但是你要毁掉历史是不可能的，别傻了。所以你看这些1000年以前盖下来的。当时它辉煌城市，虽然现在是废墟一片，但是当时它这么辉煌的成绩呢，就留在这个地方啊。那其实大流士一世本人开始呢，经过他的儿子、他的孙子，为了建成这一个波利斯，他们呢都怎么样全力以赴，是波利斯最终在中央集权国家的具体化身，它也是世界遗产。万国之门有人手牛身的守卫者，还有呢各式各样的柱子，加码头啊，所以我说太多了哈，狼那边呢人手牛身的啦都有啊。然后大流士宫殿前面的这一些浮雕，猛狮行进中的士兵。还有波斯与米底士士兵的浮雕，这些沟槽，你看这柱子还不这一年还给你 Q 沟槽啊，所以你要怎么说？风格华丽的宫殿，虽然土坯砌造而成呢，这里面以前精彩的壁画，大流士时期的这一些人士、米地士兵的浮雕。这些真正哇，不管你懂不懂，就像我一样也不太懂，但是无论如何，你就可以知道以前的人有多伟大，在没有科技的帮助之下，他们可以创造出古代伊朗最为璀璨的古都。瑰宝的建设走进来，有一点。迷失于伊朗的古城，在这个古城当中，也许你看到的是一堆废墟石头，但它创造出来的是大流士一世在位时期波斯帝国的全盛时期。当他决定打造这个与帝国实力相称的都城波利斯，一座曾经极为富丽奢华的建设。当时它的名字就是波斯人的城市阿契美尼德王朝。最终亚历山大把它呢焚毁，把它呢摧毁掉。所以你起码老的来看点，你看这些猛狮有没有？这些真的不简单，剩下的遗迹寥寥可数啊。所以你说当时屠城的压力啊，亚历山大也是啊。所以来到这里，这些土坯的颜色。也许很多人觉得色彩又不鲜艳，但有时候原色弯线其实很棒啊。而且你注意细心一看这里很多的阶梯的角度非常的平缓，都是为了当时让马匹走上的宫殿，也为了当时的皇宫贵族更加华丽优雅的走上大型的台阶。平台上各个地方没有真正踏过的土地，无论如何你都无法说了个准。旅行，你就是要亲眼看，你就是要用心听，你就是要用脑子去想，旅游才有意思嘛。
从我们刚刚走进神殿入口正门的万国门，走进来后面所看到的各个不同的宫殿、不同的壁画、不同的雕作，高达10多公尺，人手、公牛身、石雕像、狮子，哇哦，这座城的保护神还真多啊！这些像不像埃及？很像，但却是完全不一样的另外一个国度。历史的洗礼，雕像虽然残破不堪，不再完整，但是走进来那一份岁月无情留在石头上，历史的重量。万国门见证了过去，也见证了未来，甚至来到了100柱厅，包含了各式各样我们没看过、见过100柱厅啊、金剑厅啊，哇，真讲不完。虽然现在的波利斯风光不再，甚至有人形容这里已经成为了废墟，但是从这些遗留下来的残迹当中，你可以一窥二当时的金碧辉煌。波利斯这个古迹，其实认真来讲哦，并没有被过度的保护着。你其实还是可以 touch 得到它，它敢懵掉哦。但是其实我们在看这些古迹的时候，尽可能的还是呢别去破坏它哦。也许很多人觉得无伤大雅哦，东西摸一下、抠一下哦，但是人们呢常常低估了自己的影响力跟破坏力啊。所以呢，如果我们想要把这些文物继续保存下去的话，每一位旅人应该好好保护它。这里有概念吗？看到这里了解吗？很多人会讲伊朗，我要回搞国家还中东呢。我告诉你，这里叫做中亚，你知道吗？伊朗是个高原，你知道吗？伊朗人跟阿拉伯人没共境嘛，没共文化。伊朗人是波斯子民，他不是阿拉伯人。讲的语言也不一样，他们讲的叫做波斯语，用的是波斯的数字，连纪元的方式都是波斯月历。所以你可以知道吗？波斯有波斯的纪元，就像以前中国有中国的年是一样的。所以古波斯帝国，伊朗人说的叫做波斯语，用的是波斯月历、日历。这您了解吗？这就是很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说很多人不太了解会把整个伊朗
就把它划分成为那一些什么沙烏地阿拉伯啦，那个一点么关系都没哈，千万别把它搞不清楚了哦。所以呢，刚开始学波斯语呢是很难的，波斯语也被列为世界上困难的语言之一啊。小朋友大部分都是由在家里面呢，他们都是母语教的啊，没有再去学校上的啊。所以呢，一定要在家里面啊，母亲把你的语言会讲波斯语这块区域呢教到了一定的程度之后呢，才开始去上课啊，你才有办法融入这个大环境啊。所以这是很不一样的地方啊。现在能够说波斯语的也不多了啊，非常非常的少啊。但是能够会说波斯语的，那也就不简单哦啊。这就是完全不同的环境啊。波斯被阿拉伯统治，就把他们的文字全毁掉过，叫他们不可以使用波斯的文字，改用阿拉伯文。可是伊朗人他还是用了波斯文去发那个音，所以你看看呢，波斯文是不是读法音调，但是意思却是不一样的？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伊朗人仍然是波斯文化教育，虽然它是伊斯兰世界，但追究它的历史是不一样的，它是波斯。所以当我们今天看到了我们的这一期节目，我觉得大家就要稍微了解咯，要有一定的概念哦，揭开伊朗神秘的面纱。我们这一趟进来这里面就是来揭开它的面纱，这样了解吗？很多不一样，世界还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去探究，值得我们去探秘的神秘的伊朗文化。伊朗它随时随地都是带给你非常精彩的啊，尤其是男人呢也是一样，以男生为主的最主要的一个国家。你们喝大，尼玛北塞来，伊朗跟你想象当中的不一样啊。所以有没有？我前面一开头我就讲了，标题上面就注明了，伊朗跟你想象当中的不一样。虽然伊朗也是让我们传闻的什么恐怖行动啊等等啊，全世界，而且伊朗啊最著名的也就是德黑兰啊，甚至德黑兰这个事件呢还被拍成了电影，对吧？但是走进这个国都来，你看到什么？你看到了触目手机，看到伊朗的很多几乎都是波斯帝国文化所留下来的。所以你说中亚洲这个地方还有多少的什么珍奇宝物瑰宝等着我们去探索呢？所以我觉得真的还能够大家对于就是伊朗很有兴趣呢，我就会很开心了。很多人对伊朗的印象错很大，真正的伊朗真是超乎你的想象。来吧，伊朗等着你来吧，这里有什么不一样？来告诉你，伊朗有何不同。所以呢，门喝大，你马上来，伊朗让你看到人们的热情。恐怖活动哪个国家没有？台湾也有啊，只是呢，恐怖活动是不是因宗教而起嘛？你说随机杀人是不是恐怖活动啊？这就是重点了哈。伊朗人非常非常的热情，其实中亚有很多的人很热情，虽然他们的经济发达也许没有很好，但是人们淳朴的心、热情的心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呢，这是伊朗带给你不一样。伊朗其实很美，有很多的地方可以去，它的文化超级的丰富。光是你听到了什么？光是你听到了波斯文化，就足以让你觉得很不得了了。追忆阿契美尼诸王的陵墓，我们来到了是拉子格拉谢洛斯达姆这个地方啊。那我们继续看下去吧。26米高。这个是后来才对，这个还有那个里面有国王、女王。
伊朗的热情超乎你的想象，伊朗跟你想象的不一样。我们走别人没走过的路，体验很多人不曾体验过的感觉。我们也许前面没有拍摄过，但我们拍摄过之后，这条路线自然形成。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地方，叫做是纳格谢洛斯达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景点。在西元7世纪的时候，前面我也提到，阿拉伯曾经统治过了波斯这个地方了，所以它在这边当然也有很多的历史，值得我们来探讨这一个地方哦。